西游记第76回，心神居舍魔性归，木木同降怪体真。话说孙悟空在钻到狮驼岭大魔王的肚子里之后啊，是又蹦又跳，疼的大魔王是呼天喊地，无奈之下只能投降，并且他还跪求孙悟空赶紧从自己的肚子里出来。其实呢，这妖怪哪里是真的要投降啊，他不过是想趁着孙悟空出来的时候一口下去咬死他，却没想到孙悟空早就料到他会反悔，竟然先用金箍棒试了试，这大魔王一口下去就咔嚓一声直接崩碎了2颗门牙，而孙悟空呢则从大魔王的鼻孔之中飞了出来，而且呀，在飞出来之前呢，还用自己的毫毛变成了绳子，把大魔王的心肝通通给上了扣。只要孙悟空在外面一拽绳子呀，这妖怪便会心疼的要死。这下大魔王彻底没了主意，只能乖乖投降了，而且还承诺要护送唐僧渡过狮驼岭。大魔王是服气了，可这二魔王黄牙老象却还在气头之上。只见他带领了3000名小妖怪直奔孙悟空而来，想要战胜孙悟空。不过呢，孙悟空并不想出战，总不能所有的妖怪都让我来打吧。既然面对二魔王来挑战，咱们这边就应该让二师弟猪八戒来登场啊。说着就把猪八戒给推上了战场。这猪八戒论起吃东西来比所有人都跑得快，而一说起打仗啊，他可就不在行了，勉强和二魔王打了7、8个回合，就被这妖怪一鼻子给卷了回去。唉，没办法呀，打仗的事儿还得让孙悟空来。孙悟空先变成了一个鹪鹩虫，飞到狮驼洞内，把猪八戒给救了回来。之后呢，就现出原形，擒出金箍棒，开始大闹狮驼洞。这时候二魔王黄牙老象也跑了过来，和孙悟空打作一团。不一会儿呢，他又伸出长长的鼻子要卷住孙悟空。孙悟空眼疾手快，拿出金箍棒就向他的鼻孔戳了过去，吓得黄牙老象啊是赶紧把鼻子甩到了一边。就在此时，孙悟空转手过来，一把就揪住了他的象鼻子，就这么倒拖着黄牙老象回到了唐僧的身边。二魔王也是没了办法，只能跪倒在地，战战兢兢地说：只要放我一条生路，甘愿护送你们师徒4人过山。唐僧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呢，听说这个也就把二魔王给放了回去。当天呢，二魔王就安排了8个妖怪来给唐僧抬轿子，又有8个妖怪在前面开路，还有50个妖怪在沿途各地预备茶饭，以备唐僧享用。这一路啊，真是说不尽的轻松惬意啊。可是当他们马上要渡过狮驼岭的时候啊，大魔王、二魔王、3魔王竟然一拥而上，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扭打在一起。而刚才负责抬轿子的8个小妖怪则趁乱将唐僧又劫持到了狮驼国之中。看来孙悟空他们还是中了魔王们的奸计呀。在本回之中啊，主要描写了大魔王和二魔王与孙悟空作战的情景，对3魔王的描写并不多。不过虽然描写不多，却不意味着它不重要。当孙悟空还在大魔王肚子里时，就是3魔王给了大魔王建议，让他在孙悟空出来的时候一口咬死他。而当二魔王战败归来之时，又是3魔王重整士气，提出了抓唐僧的方案。你看，仅仅出现了2次，就对剧情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影响。这其实就是在暗示我们，3魔王才是那个终极的大 boss 啊！现在呢，孙悟空终于要面对这个云城万里鹏了，他要怎么战胜这个大 boss 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